你知道都有哪些造船厂能够建造航母吗？现如今，世界上有着233个国家，只有8个国家拥有航母，能够独立建造航母的工厂却只有5个。在这些工厂中，我国独占2个，美国却只有1个。那么这些造船厂都在哪里？他们又建造了哪些航母？如果你也感兴趣，请点赞支持下。我们接着往下看。第1位是纽波特纽斯造船公司。纽波特纽斯不仅是美国最大的船舶制造公司，也是世界上唯一一家能够自主生产核动力以及更换核动力的造船公司。这家造船公司在1886年由柯林斯·亨廷顿所创立的。根据相关消息显示，美国的全部军舰以及航母大多数都是纽波特纽斯造船公司建造的。自从这座造船厂诞生以来，总共建造了30多艘航母。美国首艘常规航母游骑兵号以及首艘核动力航母企业号都是这个造船厂出产的，可以说是美国航母的诞生地。在二战期间，该船厂向美国供应9艘埃塞克斯级航母，帮助美国取得了第2次世界大战的胜利。二战结束后，纽波特纽斯造船公司与西屋电力公司联合开发核动力设备，正因为他们的付出，使美国正式步入核动力时代。随后，在1958年，美国第1个核动力航母企业号完成建设，在1960年正式交付美国海军。随着企业号的诞生，为美国航母开辟了一条全新的发展方向。当美国见识到企业号的强大的威力后，将航母的发展趋势全部规划为核动力。现如今，美国的10艘尼米兹级航母还有福特号航母都是纽波特纽斯造船公司所生产。这家公司最大的成就就是建造了福特号航母。这艘航母拥有世界上最尖端的科技，单排水量就超过了10万吨，还装载了4套电磁弹射系统。虽然技术并不完善，但是他们的作战能力却是非常的强悍。正因为这些航母的存在，使美国海军稳坐世界第1。全球5大航母建造基地，我国占据2个席位，比美国还要多1个。第2位，中国的江南造船公司，这是我国第1家造船企业，创建于1865年。为了扩大建造规模，江南造船厂加入了江南长兴造船基地，使长兴造船基地成为了世界闻名的造船公司。单论建造设备，即使强如美国，也无法与之相比。该船厂有着4个船坞、17座船舶码头，占地面积达到了580万平方米。该船厂自从诞生以来，为国家提供了大量的舰船，生产的品种样样俱全。江南造船公司最伟大的成就就是建造了福建号航母，这是我国第3艘常规动力航母。在性能方面，除了美国的福特号航母，当属福建号最为完善。根据相关数据显示，福建号拥有8万吨的排水量，在甲板方面也做了极大的改善，不仅采用了直通式甲板，还装载了当时最先进的电磁弹射装置。现如今，这种技术不仅我国拥有，美国也同样拥有。但是美国的弹射系统并不完善，不能长时间使用，如果使用次数过多，就会直接瘫痪，如果爆发战争，将会成为极大的隐患。江南造船公司不仅建造福建号航母，还有许多著名战舰也是该公司建造的，比如052型护卫舰以及055导弹驱逐舰。这2种战舰我国并没有建造多少，但是这家造船厂就生产了一大半，由此可以看出这家造船公司的实力。除了这些，还有很多类型的海上战舰也是这家公司建造的。除了海上战舰，民用船只以及大型邮轮也可以建造，不管是建造技术还是舰船的质量都非常的完美。现如今，江南造船厂已经成为了世界上数1数2的造船基地，相信在不久的未来，这家造船公司还会为我国建造更多先进的海上战舰，使我国更加的强大。第3位是大连造船公司，这家公司由中东铁路公司的修理厂和造船厂联合组建的，也是我国第1家能够独立建造10万吨船舶的建造公司，被誉为中国战舰之源。自从公司创立以来，为我国提供了822艘不同类型的舰船。我国第1艘护卫舰以及补给舰全部由大连造船公司建造。我国的辽宁号航母也是大连造船公司改造的。在改造辽宁号之时，大连造船厂实现了众多技术突破。随后，大连造船厂完成了山东号的建设，这是我国首艘国产级航母。随着山东号航母的问世，标志着我国建造航母的技术已经十分的完善。除了航母，大连造船厂也可以建造大型驱逐舰。正因为这些战舰，使我国海军拥有了更加强悍的战力，再也不用惧怕西方国家的打压。世界上有着233个国家，能够建造航母的工厂却只有5个。第4位，罗塞斯造船公司是英国唯一一家拥有100年历史的造船公司。英国的伊丽莎白女王号就是这个造船厂生产的。伊丽莎白女王号是一艘罕见的双舰岛航母，它的排水量达到了6.5万吨。这艘航母对英国而言
言，建造难度非常大，是英国举全国之力所打造的。该航母在建造之时被划分为6个舰体超级分段、6个中间分段、12个舷台分段以及2个岛式上层建筑。即使分开建造，依旧是一个大工程。无奈之下，只能分给6个造船工厂共同建造。虽然建造工程非常的困难，但是这艘航母的技术却是非常先进的。不仅采用 IFEP 综合动力系统，它的双舰岛结构还可以单独运行，即使一个舰岛损坏，另一个舰岛也能够正常推进航母。虽然不如核动力航母，但是生存能力却是非常的强悍。第5位，布雷斯特造船公司，这是一家拥有400多年悠久历史的造船企业，在1624年创建，坐落在法国的布列塔尼半岛。这座海岛有着十分发达的产业链和设备齐全的海上港口。为了建设该岛屿，法国投入了大量的资金，这座岛屿也成为了法国最重要的船舶建造基地。在早期，法国总统戴高乐把这座岛称作大西洋的雄心。法国第一艘航母拿破仑号就是这个造船基地生产的，这是世界上第一个使用蒸汽发动机的航母。当时法国凭借这艘航母在大海之上称霸多年，得到的财富也是多不胜数。可是好景不长，随着2战的爆发，法国造船工业陷入泥潭，他们的发展也就此止步不前。没过多久，法国就被击败。2战过后，法国也意识到了航母的重要意义，随后法国也开始大力建设航母。可是呢，他们的造船技术一直停留在17世纪，想要建造更强的航母也是力不从心。最终，法国整合了全国的造船企业，开始统一发展。这个方案也起到了一定的效果，使法国造船业得到了快速发展。随后，法国效仿美国，打算建造核动力航母。不得不说，他们的想法还真是独特，竟然将他们的核动力潜艇给拆了，使用潜艇的核动力建造了法国第一艘核动力航母，这就是法国的戴高乐号航母。即使拥有现成的核反应装置，戴高乐航母的建造也花费了20年的时间。虽然是核动力，但是它的整体性能还不如我国的辽宁号。由此可以看出，法国的造船技术有多么的落后。综上所述，就是世界上仅有的5大航母建造公司。对此你有什么看法？欢迎到评论区留言讨论，我们下期见。